哥，怎么回事？谁干的？看来他根本看不得我们享受一点幸福。失去尼亚塔后，我哥整个人就像死了一样。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写了封信。写信的人告诉他，他们有办法可以让尼亚塔复活，而复活的关键就是藏海花。那些人说，只要我们按照他们的话去做，他们就会治活尼亚塔。藏海花让我哥重新燃起了希望。所以，他去找了代理族长。你要的东西是张家的禁物，我不能给你。张家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不能给我？张启灵还是族长，要继续完成这个任务。他被天兽操控，杀了我的妻子，夺走了我的一切。我不求找他报仇，我只求他能够给我藏海花，让我救回我的妻子。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藏海花一旦摘下，就会迅速枯萎掉。用它制成的药，只能让活人暂时不死，进入沉睡，被封在棺材里，无法令死人复活。这我不管，但凡有一点可能，我都一定要去试一试。我可以给你这个东西，但他已经死了，你就算喂给他也没用。但是族人手里的藏海花都是枯萎的，种子全部灭活了。即使拿去研究，也只有一种结果。所以他开始跟写信的那个神秘人联系，想在不可能中找一点可能。其实我知道，他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你是谁？我姓汪，你们张家的敌人。我哥为了尼亚塔，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虽然我知道姓汪的这一群人一定有阴谋，但他是我哥，我必须要帮他。所以，我们决定执行汪家人的计划。可是钥匙天杖青铜门，张家机关之间环环相扣，我们必须逐个破解，才能得到藏海花。而唯一能做到这件事情的，就是你。所以你们认为，小哥在天寿之后，杀害了所有的人？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这就是事实。因为张启灵的天寿死了这么多人，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救人。小哥天寿的目的一直都很清楚，他之所以对付张念，是因为张念研究叶王很可能发现了叶王和藏海花的秘密。但是他对付长久日，还要对付你们，又是为什么呢？他想让我们回到张家，继续帮张家效力。但你们回去了吗？你的理由站不住脚。小哥当时继任族长的条件，就是要还张家人自由。
他为什么又要打扰你们的生活呢？也许他有其他理由。什么其他理由？毁了你们的生活，让你们恨他。他到底有什么别的理由？需要让他根本就不妥的朋友和他反目成仇？你们的族长，即便接受了天授，也绝不会滥杀无辜。他对当年尚且留了一条生路，他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直接的杀死了尼亚塔，甚至对那些手无寸铁、无关紧要的人都痛下杀手。这是张起灵能做出的事情吗？张海克和张念呢？我就知道你会去救他。张家不就必死之人？这不是天授，这是谋杀。有一个人假装扮成了小哥的样子，而且他要让张海克眼睁睁地看着小哥亲手杀死了尼亚塔，亲手毁掉了张海克他的生活。你不觉得发生在你哥身上的事情和另一个人很相似吗？仇恨是最好的武器，有了相同的仇恨，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明白，从而实现他们的目的。所以杀死尼亚塔的人应该是这场仇恨的受益者。你好好的想想，是谁在第一时间找到你们，把仇恨引到张起灵的身上的？看来他根本看不得我们享受一点幸福。今天有本事把我这条命拿走，我们就算扯平了。所以杀死尼亚塔的根本就不是你们族长，而是张念。你们族长没有辜负你们，是你们辜负了他。无邪，谁杀的已经不重要了，凶手是不是张起灵，尼亚塔都死了。也是，如果是你们族长，你们可以把这一切都怪罪到因为你们是张家人的命运上。如果是张念，那你们只能怪自己蠢。我本来以为你们张家人都是超凡脱俗的，没想到终归还是个俗人。你都快死了，别再那么多废话。是，我已经快死了。但是死之前，我必须搞清楚一件事情。你还想问什么？到底有没有叶王？我不确定。那卷轴里面的记录是怎么回事？你们杀了的信也是编的吗？信是我哥编来骗你的，但族长的记忆是德人记录的，我们并不清楚。如果小哥真的来过这儿，那这个地方就一定还有一个比叶王更需要被解决的严重的问题。即使如此，族长那一次来也已经处理掉了。如果他上次就已经处理掉了，那为什么多年之后他还要让我帮他来到这里？如果只是阻止你们找到藏海花，那完全不需要我，因为你们凭自己根本就找不到。所以这件事情
肯定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吴邪，你是真的很聪明，你应该很早就抓到这个重点了吧？也因为这个重点，让你不得不半信半疑，跟我们一起走。为了救尼亚塔，我们多方打探，才拼凑出了事情的大概。藏海花每隔80年就会成熟，会产生很多孢子，随即飘出这个山谷。被孢子感染的生物会出现变异的现象，还有库木里王朝那些可以控制布偶的蛇，它们会出现那些诡异的行为，也是因为当年有一次藏海花孢子泛滥而导致的。张家人每隔80年都要来处理藏海花田的问题。我们猜测张家有一段时间天葬丢失，藏海花田因无人管理，那些孢子寄生。张家训练守护青铜门的密扎陀发生变异，开始失控，攻击影沙洛人。影沙洛人把变异的密扎陀当成夜王，他们试图杀死夜王，却失败了。董灿在影沙洛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被变异的密扎陀杀了。之后才是张起灵来到这里，先去影沙洛解决了变异的密扎陀问题，然后再到这里解决了藏海花田问题。所以，非说夜王是什么，就是变异的密扎陀。我哥利用了这个盲区，把这个谎言串联得非常完美。所以录像带里的任务，其实不是打夜王，而是毁掉藏海花的种子，阻止孢子飘散，否则就会出现巨大的生态灾害，对吗？大概就是这样吧，但我们也不确定，毕竟这些只是我们的推测，拼凑出来的。所以小哥要让我做的事情，就是毁掉藏海花田。我应该怎么把它毁掉呢？我不知道，也不会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哥就是为了找这朵花才活下去的。他要用这朵花来救回尼亚塔。如果我不帮他拿到藏海花，也就是等于让他死。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会让人死而复生吗？你也不相信，对吗？是因为你哥的执念，因为只有这份执念才能支撑他继续活下去，所以你为了保护他，也就帮他一起做这么荒唐的事情。他难道不是自私吗？他有在乎过你吗？他在乎，他在乎。张家一直在对付的，就是利用你们的这帮人，而你们却背叛了张家。我不在乎张家怎么想，我们只在乎有限的几个人，比如尼亚塔。张爱香，你哥疯了，但是你没疯，你得把他拉回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什么选择。如果有，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事到如今，我只能继续对不起族长。反正，通向藏海花田的门已经开了，我哥马上就来。一切已成定局。你就安心上路吧。
骗我！听见了吗？小哥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毁掉藏海花田。不信！走吧。你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毁掉藏海花田。搞破坏是咱们的强项，我快给闷晕了。走，走。谢谢啊，老奶奶。你们做不到。弄了半天，小哥是让咱们来搞破坏的。早说呀，这是胖爷我强项啊。藏海花，这也太美了，我想骂人呐。天真，我宁愿相信此时此刻是幻觉。根据壁画上面的记载，藏海花每隔80年就会成熟。藏海花在成熟之后，会释放出孢子，这些孢子会随即飘出这个山谷。金球幼虫寄生在花根上，两者叠加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灾害。所以小哥交给我们的任务，应该就是趁藏海花种子和金球还没有成熟之前，把它全给毁了。这可是张家养的花儿啊！自然界里这么漂亮的东西，果然都是有毒的。哎，合个影，留个念吧。啊，哎。也没电了，越美好的事物越留不住啊！嘿，一不小心，胖爷我说了句哲理。现在什么策略？你不是话事人吗？你说话，我干活。这事儿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藏海花田毁了，那张海克肯定会杀了我们，那他就无法救活尼亚塔。但是，如果我们不毁了这花田，这些东西散播到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可能都会变异，这些孢子就会和核辐射一样快速的扩散，毁掉这一切。你这是我们死还是全世界死的选择？我个人觉得不一定非得是那么残酷的结局。万一张海克那老头他不杀我们呢？所以理论上我们还有一线生机。我们呢未必打不过他，走运的话，那肯定是打不过。拿1朵，就给他留1朵，救尼亚塔。那要看他心中还有没有底线和善念。我们毁掉这里需要时间，他现在一定想尽办法赶过来。等下他来了，发现我们在这里毁掉这些花朵，仍旧不动手杀我们，那我相信他为救尼亚塔也不会伤害别人。那我们就给他留1朵，是福是祸，就交给他。如果他要杀我们，就说明他为了救尼亚塔，就会杀所有人。
那我心地再好也不会给他，不会再同情他。行，那最好等他们那帮人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彻底解决了。否则做选择题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来吧，造吧，一把火给他扬了。用火烧没用，这些花全开在冰面之上，但是它们的根系全在冰层之下，就算你烧了，它依然会长出来，而且下面还有寄生的金球幼虫，所以得想一个办法，能毁掉冰面下的根层。当年小哥来的时候，用的什么办法呢？不会是一根一根的薅吧？也行，从现在开始咱俩薅，我估计2年能薅完吧。以张家人的作风，他们会选择一个最迅速，而且能一次性解决所有事情的方式。这些花儿是张家围起来的，张家肯定知道这些花儿有多危险，所以很有可能张家在围起他们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最终的防范措施，以免日后这些藏海花会变成藏海怪。张家人每80年就要来解决这件事情，张家一定为这片藏海花田设置了一个防御措施，就好像张家在青铜门外也设置了很多机关。那你说这种防御措施会不会也会是一种机关呢？在那青铜洞里可建设张家人变态的机关了，所以这些事儿他们做得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机关。这个机关最重要的是可以一次性彻底毁灭掉它冰层下的根系和金球虫。那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在冰层下面。我知道了，胖爷，我背了一路这铲子都没用上，搁这儿等着呢啊！我把这铲子给弄到这冰里边去，跟那机关一结合，大窗户那儿看到那个地热升腾，然后这些花儿就被烤熟了。胖子还真有这个可能，刚好可以一起处理掉下面寄生的金球虫。说不定机关的位置他早就已经透露给我们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位置的信息在天杖上？天杖是张家族长的信物，进入藏海花田只可能是张家的族长，而且我们在外面是用这根天杖打开花田的暗门的，所以机关的位置很有可能就隐藏在这根天杖之上。好运气，好运气！我需要找一个视野好的地方，去看一下整个花田的全貌。那边。怎么样？看出什么来了吗？还没有。胖子，我总觉得藏海花田这个形状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是吗？好好想想。胖子，我可能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信息？你看出什么来了吗？是不是咱们太自以为是了？我看这也只能改个痒痒挠了。哎！哎，对，还有他呢，得把他给忘了。
什么？别动，别动，没动。透过这个孔，你看，看到了吧？哎，反光的那个点，有点发光啊！哎呀，太奇妙了吧！哎呀，差点把它给扔了！哎呀，还真有失一丝希望。钥匙上面的花纹是德驾下水道的地图，而钥匙形状的本身是藏海花田的地图。我们刚才透过这个孔看到那个反光点，应该就是机关的位置。但是，一般启动这种机关，都需要一个验证，只有组长才会有这样的权限。要不然是用血，要不然就是用天杖。哎，怎么了？老冯来了，还有我们的主角张海哥。张海现在也在，老冯被绑，完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证明汉斯已经叛变了，跟张海和他们走到了一起。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不管我们是不是破坏这里，只要我们一出现，汉斯他们就会直接杀死我们。他们在路口的地方，我们只要破坏了花田，接下来也肯定会死。投降了，恐怕也不会留活口，除非就一直躲着。对，反正不能冲出去。张海克他们已经疯了，冲出去就是一条死路。但是找到小哥的记忆和这个事情相比，哪个对小哥更重要？对，反正都是死，速战速决。哥，我们终于找到藏海花了。原来，专家的秘密是这个。Boss, now you can see these weird plants are priceless. We just need to gather them up and report back. 赶快开始 Take the flowers, quick! Yes, sir. Release! Down! Get down! 哑弹！胆小鬼，我就是夜王！你们胆儿也太肥了，敢动我的藏海花，是不是都不想活命了？别动啊！刚才那只是给你们提个醒儿。现在这个真的可就在我手里呢！你们谁敢动，我就带你们一块儿去见阎王！哥，别信他，这里是雪山，他不会炸的。别动啊！哎，你别动！别动！别动！哎，我跟你说了，别动！你真不怕死啊？我不怕死，如果这儿毁了，我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有本事你就松手，我们一块儿完蛋。我知道你不怕死，都别动啊！我跟你们说，我这一松手可就玩完了。你非要搭上你妹的命是吗？啊，那可是你妹。我们这一路走来，说来也不容易吧？从莫桑到德加，再到雪山，再到这藏海花田，不能说是相知吧，毕竟你们俩主要还是诓了我，有很多你的事儿，我也是听你妹说了我才知道。
但抛开这些过去不说，咱们也能算患难的，不能说是朋友吧，也算是走了人生这么一遭。好多事儿应该能聊了吧，不至于到最后用这种方式解决吧？哎，我说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怎么好多事儿还看得这么不明白啊？冲动才是真正的夜王，明白吗？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种选择，你妹为了你啊，什么都可以做。可你执着地活在过去，你不珍惜你现在还拥有的和你妹的感情，我都为你难受，真的。我为我们家小天真也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那个感情就一直伴随着我，我就特别有劲儿。你跟我东拉西扯什么？你是在拖延时间吧？吴邪呢？吴邪在哪儿？那边还有藏海花呢，一个。天真跑歪了，1点钟方向，杀了他！After him! 别杀他，他会给你留一朵的。Shoot them down!
杀我了。结束了，房子还活着。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我这么骗你，你都做到了。你不理解我。我理解你，救你老婆是吧？如果这花儿真能起死回生，我也需要。是老天爷不理解你，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样本，样本呢？你们采集样本了没有？What the hell? Whoa! I kill you all! 这个是用来保存金球的设备，一开始就不能确保能不能带走藏海花。这种花我们根本没有研究过。事实证明，无论是藏海花还是金球，都是无法带走进行长期研究。它们只属于这里。藏海花一旦被摘下来，迅速就会枯萎掉。你早就应该知道，藏海花是绝对不可能让人起死回生的。要么你们张家人怎么会死呢？怎么会有张家鼓楼的存在呢？吴邪，你懂什么？你知道我哥为了藏海花花费了多少年吗？你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一刻全毁了。就算你拿他去救尼亚塔，不过也就是多骗自己一会儿。给我一个理由。如果藏海花散播出去，尼亚塔就算活过来，你准备和他去哪儿生活？你有想过尼亚塔的未来吗？恶果是必然的。别再说了！恶果？张家之前的技术太落后，我一定能成功。那时我把它传播出去，造福世人，有什么恶果？你疯了！藏海花成熟以后，孢子如果散播出去，一旦失去控制的话，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害。变异金球和密扎陀的伤害性，你比谁都清楚。我不在乎。那还有什么是你在乎的？你身上所肩负的，不过就是你心里边自私的执念。明知道根本不会成功，还执着的要试一试。你信不信？我伸手就能杀了你！来呀，把我的脑袋装进盒子里吗？第8个。来。算了，这么多年看的都是你这张脸，烦了。
张海克，你告诉我，接下来怎么做？没有接下来。我接受不了这个结果。结束了，走吧。你对他们做什么都可以。无锡人，你这个混蛋！你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你满意了吗？哥，没事。在这一刻，我看着张海克兄妹俩走远，我觉得我变了。如果是以前，我绝下不了这个手。就算是对的事情，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像他们一样痛苦。你还留了一朵，对吗？你不觉得这些花儿枯萎了更好看了吗？小哥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真的完成了吗？这都不算完成了，那什么算完成了？虽然藏海花田烧毁了，但金秋虫还没出现，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走吧，老冯，跟我吃点好吃的去吧。啊，哟，还绑着呢，人缘够差的。哎，来吧，关键时刻还得看我胖爷啊！哎，回家了都。怎么样？是不是交到了一好朋友，患难的朋友？快点啊！走了，田震。Hans, it's over. You can leave now. No! Search the area again! There must be more flowers! 你们吵吧啊！ There's nothing here. There's no Zanhai flower. There's no Ye Wang. Stop acting like a fool. Boss, there's something down there. 胖子 Over here! 他们好像又发现了什么。继续走，走了就没事了。走。Over there! Here! See that? Look! Yeah. Blow this thing up! There's something underneath. No. Hey,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Are you trying to kill us all? 小心有人炸弹！田震，我跟你说，你别管他，什么事儿都跟你没关系。
我没死，我被救了。这是哪儿？胖子。胖子。胖子，你好，哎，哎，你好，远处那个暴风你能看见吗？它非常危险。而且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到这里来。我们得赶紧打电话通知外面的人。可是我的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你们这里有电话吗？无线电。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Telephone, radio。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隐沙洛。隐沙洛？隐沙洛不是已经被雪埋了吗？隐沙洛遭受了一次大的雪崩，后来就迁到这里了。这个地方是山的背面，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那你们现在也要赶紧搬了，外面的风暴很厉害，你们必须让所有的人尽快撤离。他不是还没有来吗？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要赶紧联系上外面的人，向他们寻求帮助。小伙子，这是天的事情，没有办法寻求人的帮助。来，把心静下，坐下。你的疑问，我已经解答了。我有问题要问你：张起灵为什么没有自己来？你知道张起灵？不用惊讶，这是山的另一边，一般人是无法过来的。所以是你们救了我，还有胖子。那其他人呢？我们的人在巡逻时听到动静，找到了你们。只是有些人呐，永远就回不来了。回来了，你会在这里见到他们。那是天地之间的事，你这小小的人心，再怎么担忧，也改变不了天地。但是张起灵可以，不是吗？张起灵，他的信念无比的非凡，和你不一样。但是他没有来。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解决。他说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一定是比我这里的问题更严重，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所以这里的事情就由我替他来完成。我会帮助你们所有的人撤离出去。张起灵有朋友了，我还以为他永远不会交到朋友了。能交到朋友是件好事，谢谢你替他来。印丹，别那么没礼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做到这么平静。风暴马上就要到这里了。风暴已经产生，人怎能躲过风暴呢？来不及了。我们的祖先受过张家人的恩惠，我们许诺世世代代在这里守护藏海花田，不让外人进入。可是现在风暴来了，应该快点离开。阿莫，来，站起来，来把这个试试，往上提。阿嬷，这袍子太长了。你长得快，要是太短了，你就只能穿半年。阿爸他们都在杀羊，要过年了吗？有一个大的节日，你可以吃羊耳朵。扎子尼莫，扎子尼莫。扎子尼莫是好运的意思。您听我说，现在藏海花田被烧了，所以暂时它的孢子不会再扩散开。我们要先躲开风暴，赶紧走，等风暴过去了再回来。有害的是金球的幼虫，而不是藏海花。幼虫寄生在花上，花只是把它传播出去。现在暴风来了，暴风本身不是危险，但它会把冰下的金球虫带到山的外边去，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东西被感染，所以我们要留在这里解决这个风暴。我们这里没有电话信号，你快点收拾收拾，走吧，一会儿就来不及了。那你们呢？你们要去对付暴风，也都能安然无恙吗？人总是来来走走的。再见到张起灵的时候，告诉他，我们都很想念他。那么，张起灵的朋友，让银丹送你下山吧。事情因我们而起，我不走。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不会走的。我不是请求你，你是一定要走的。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那如果是张起灵呢？他要留下来，你们会强行让他走吗？我们不会，因为他是张起灵，他是最强的勇士，是我们隐沙洛人最敬重的勇士。我不是最强的勇士，我是张起灵的朋友，我一定会留下来。小伙子，作为张起灵的朋友，已经够了不起了，不用再做最强勇士，你会很危险的。我知道，但这件事情因我们而起，我不会一走了之。还有是张起灵让我替他来完成这件事情的，您觉得张起灵会犯错误吗？你刚才的表情，像变了一个人。如果我要是死了，您告诉他，
之前来过这里。哎，没想到首领居然让你留下来了。我很感谢他。少在这花言巧语。这次的风暴就是你们引起的，你凭什么对影沙洛人负责？我话说的是好听，但是我敢肯定，当面对暴风的时候，你一定是溜得最快的那个。你的朋友，我会送他们出去，但是你要想清楚，我们只送一趟。小吴护士，小吴护士，你可算醒了。喝水。来，你离我近点，照顾照顾啊。哎呀，不行，你别动。你要浇死我呀你！张嘴。还喝吗？不喝，嗓子上麻烦。还好吗？哎，这暴风真是厉害啊！感觉像是被抽了一大嘴巴。哎，咱们这赶上是抽风呢。还能开玩笑，那我就放心了，说明你状态还不错。我这状态真不错啊，心理状态嘛。胖子，我刚才和首领聊过了。聊什么啊？原来藏海花本身没有毒，是金球幼虫寄生在它的根上。我也烧了藏海花是为了杀掉寄生的金球幼虫呗。现在暴风马上就要来了，对吧？它会把金球带到山的外面去，会感染其他生物。那我就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别！我知道你跟我商量的肯定不是说现在咱马上回家这事儿。你是不是准备又要去打暴风了？我就听着外边乱哄哄的，那影沙洛人肯定要整事情了。你是不是趁着我昏迷的时候，出去跟人一聊怎么打暴风的事儿了？而且已经决定留下来跟他们战斗到底了，啊？我说对不对吧？而且你觉得，那大概率肯定是死，所以你决定自个儿一个人打，让我走，是吧？默契还在啊。不能只我跟你有默契，你跟我没默契，这不事儿明摆着吗？我不会走，你还非得试试，这不是走面吗？胖子，这次对付暴风，我们下地那些身手和经验都派不上任何的用场。而且，你现在伤得这么重，肯定是不如一个成年的影沙洛男子。等一下影沙洛人就会送你下山，你就安全了。这次听我的，走吧，行吗？我给你活动一个，你看看我。哎呀！哎，对不起。哎，干什么呀？这是？你这不是假脸啊！我还以为你是张海克呢。你脑子是不是坏了？你都想什么呢？不是，这也太不像你了。说出这样的话，这不符合我们的哲学呀。那什么是我们的哲学呢？一起去送死，谈个好价钱。可这次没这个选项，我们的哲学该变了。你确实变了，让胖爷我不会变，所以你更需要我陪在你身边了。再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会怪你的。你同不同意？你要不同意哈，我就闹啊！我就给你拖后腿。哎，别激动，好好养伤，赶紧把身体养好了。我得赶紧找一套老风去，等我回来再跟你商量，行吗？你别不管我呀。你拿我牛肉包干着干嘛呀？马上就回来。那我咋办？你给我叫个护士来呗。
吴邪，来，给我吧。听说你要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打暴风。你应该清楚，这群引杀洛人是要去赴死的，你去也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废话？我已经决定留下来了。张起灵选女自有她的道理，你不能去赴死，你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我之前学习你们文化的时候，总觉得你们的神话很喜欢夸张，没有想到这次这么诚实。夜王真的看不见，还有1000双眼睛。不过这样的夜王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的研究方向全部搞错了。你呢？你一直都认为夜王是张海克骗你的，现在你终于看到了吧？什么感受？不可思议。老冯，我有事情需要你的帮助。我很贵的。之前我们签过合约，那300万我不要了。不过就那么一点点，请我可不够。你一年赚多少钱啊，老冯？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花钱可以雇到你？就这个。哎，你直接说，你需要我帮什么忙？我要去打暴风。会死吗？我的好运不在了，所以我一个人无法完成。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老冯。吴先生，你的好运气还在。虽然我的设备无法跟外面联络，但是最起码还能接受卫星信号。我们还有机会。总的来说，风暴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汉斯炸了藏海花田，地下巨大的热源大量上涌，导致冷热空气剧烈的对流，在大气中形成了气压差，然后形成了一个气旋，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风暴。按照资料记载，用炸药破坏高空中的冷热粒子，把它们全都给打散，这样气流就不会形成。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进入到风暴当中去，只需要把炸弹送到高空，然后引爆它？只可惜要达成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核弹能穿透风暴。但是如果这么做，后果会比风暴更严重的。不对，老冯，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方案？有的是有，但是你肯定不喜欢听。我的方案是会有牺牲的。
成功的百分比是多少？如果资料中的方案是 OK 的话，那就99%。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没有100%的计划吧？跟我说你的方案。吴先生，你变了。你的方案。好，其实我们在这个情况下会考虑到一个问题：怎么用最少的牺牲来得到最大的胜利？所以我会组织一个敢死队，让这个敢死队保护一队人，突破风暴，进入风岩。只要有人能进入到这个位置，风岩的位置是没有风的，那我有100种方式把这药送上去。以现在的风速，敢死队进入到风暴当中，那就意味着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会全部都死光了，但是其他人能活下来。需要多少人？最起码要20个人。20个人。勇士们，我们在这里等候多年的宿命，已经在天空中显现。今天是我们变成雄鹰的好日子。我们告别深爱的爱人，告别深爱的孩子。他们会在天空看到我们的影子会掠过大地，划过他们的脸颊，就如同我们仍旧在一起。怎么样啊？不用20个人，17个就够了。1、2、4，1、2、4，再往后来一点，再往后。好的，哥。再往后。好。再来。1、2、4。1、2、4，你往上刺谁呢？你能刺到谁啊？再来。知道了，哥。1、2、4，1、2、4，1、2、4，不对，你手再往后放点儿，再来，1、2、4，1、2、4，对，再高一点。还行，来，就这样。1、2，1、2，不对，你的手要再高一点点。1、2，对，就是这样。再来。你哥去哪儿了？他回去了，他需要自己静一静。那你不走吗？再不走的话，可就走不了了。我能替一个，这里的影杀落着，就能少去一个。还债还是良心不安？
吴邪，你真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你这么做，只是在自我感动。如果是想还你哥哥的债，你没必要这么做。你难道就没有执念吗？我有啊。那你明明知道那个是执念，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就是想承担点什么罢了。你不是也一样吗？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替你哥哥承担着一切。如果还有以后的话，要学着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会走。走吧，不送啊。吴邪，你真的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我已经决定留下来了，不过我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我想自己去承担这件事。听说你背着我偷偷选人了，怎么茬啊？真不带我玩了？翅膀硬了是吧？我这腿马上就好了。他走了，这名额总该给我了吧？最后一个名额都给你留好了。这还差不多，够意思啊！不过我跟你说，这尹沙洛人我真是佩服，是真不怕死啊！那乌泱乌泱的找我说要走后门加入咱这队伍，我说没门儿。我说你们这家里是没亲人是怎么着？有一个你还别说，那小媳妇还真挺漂亮。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身残志坚呢？啊？我胖爷是那种人吗？瞧你说的，你是没看见，他们家那孩子还没断奶呢，那小孩不能刚一出生就没爹吧？我说你不许去啊！你去了，你们家门前是非就多了。那么硬的汉子，哇就哭了，不像他们张家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哼！尹沙洛的男人，把勇士的名称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是，这些勇士面对他们家人的时候，就还是爸爸，还是父亲。但是我一点不羡慕他们啊！我高兴的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死了。你真的不是张海克呀？疼！田震，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在我这儿都是天真。只要我叫你一天天真，总有一天，你得给我变回来。走，这真的要去死了！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没得商量了。那百年酒馆里，你都写什么了？我忘了写的是跟天真一块去打夜王了，要不一起死，要不一块回来。这次的暴风很强烈，所以我们在里边的时候，根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我在这里画了几个简单的手势，我们需要尽快的学会。来，伸出你们的双手。第一个动作，前进，对，坚定一点。第二个，后退。哪有机会后退啊？这不学了，这抠了。
啊，不许后退，左右分散。就这点人还分散呢？这不用学了啊！原地待命，他妈有时间原地待命吗？集中，哎，集中，危险，危险，打败怪兽！来，合个影啊！我说影啥不？大伙儿一起说茄子，影啥不？茄子！一南哥哥，阿婆说那些去附近探路的人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让你去找一找他们。快走！发生了什么？报告的情况不太对。我们前去探路的人刚走了一半，就遇到了强风。我到的时候，很多人都被卷走了，而我迎难拼了命。就只救回来几个人。老冯，查一下暴风的数据。不好，风速变快了，比我们之前预计的加快了很多，可能是地下热源有变化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最晚明天中午。风眼就会到达最佳引爆点。现在我可以加入敢死队吧？银丹受伤了，我替他去。你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选你吗？我知道，你想让我活着离开这里，去弥补我留下的遗憾。你错了，因为只有你活着，才有机会救更多的人。一旦我们的行动要是失败了，只有你可以把所有的资料带出去，让外面的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你最清楚这些资料，你是我们最后的计划。让所有的人准备，明天出发。卷入一段冷冽宿命，那片血会藏着谜，就算含义无可抵御，也有点让我执迷。当到所有风雪消弭了，不再掩盖着那片未知生机，只有你向永恒走去。早已混淆颜色，也许早已沉沦过锁。忘了为何，忘了结果，不如忘了那道伤口，那道枷锁，让飓风再美。结果，却更执着世界如何，历经如何，感觉将崩溃。忘了悲喜，不忘此刻。刻下一段无名诗句，
座山，转身忘记。就算光阴湍流不息，也未抹去你痕迹。只是这条路总崎岖的，人们眺望的也是奔波魂影。一扇门中窥见天地。就算早已混淆颜色，就算早已沉沦婆娑，忘了为何，忘了结果，不如忘了那道伤口，那道枷锁，让飓风再美。